诸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不讲什么深涩难懂的理论，咱们就借着刚结束的那场全国瞩目的全民晚会，用大白话给大家扒一扒这里面藏着的易经规律。这几天啊，某社交平台和各大短视频平台全炸锅了。这晚会刚一结束，你们猜怎么着？大家讨论的最热烈的不是哪个小品翻车了，也不是哪个相声最好笑，而是那位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某空灵天后。大家都在感叹，哎呀，最大的意外竟然是她。这事儿啊，很多人看的是个热闹，觉得哇，天后下凡。但在我这个看惯了命理风水的人眼里，这哪是晚会啊，这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易经教科书。诸位，今天我必须得给大家点破了，这里面藏着极其厉害的改命天机。你们看啊，这位天后在晚会上的存在感是不是一直很奇怪？现在圈子里那些明星为了红，那是削尖了脑袋，要上节目，团队得提前半个月铺垫物料，买曝光，跑采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营业，恨不得一天发800条动态，把自己的生活全方位无死角地暴露给大众。这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刷存在感。但是这位天后呢，人家完全反着来。网传啊，这前期几十天的连排，人家几乎不怎么露面，只参加了最后一次彩排。到了点，人家来了，上台拿着麦克风就唱，唱完头也不回，直接就溜了。谢幕跑得比谁都快，简直像赶着回家包饺子一样，不解释，不社交，不营业，甚至连在台上多停留1秒钟都像是在给大家发福利。结果呢，人还没开嗓，只是有个可能要上台的传闻，热度就已经掀翻天了。这热度从某图文社交平台一路烧到各大视频网站，一首小众的翻唱歌，一夜之间火遍大街小巷。很多人就纳闷了，凭什么啊？凭什么别人拼死拼活地刷脸都刷不出水花，他啥也不干，站那就是绝对的中心。诸位啊，我现在就用大白话告诉你们，这就叫大道至简，大因牺牲。这也是易经里最顶级的风水局。现在的人啊，都不懂一个道理，总觉得拥有的越多越好，动作越多越好，声音越大越好。在风水学上，这种天天折腾，生怕别人看不见自己的状态，叫做气散。你天天在外头咋咋呼呼，你的精气神全顺着你的嘴巴，你的动作跑光了，气场散了，你这个人也就轻了，轻飘飘的，谁还能拿你当回事儿？你再看看这位天后，你们回忆一下她的穿搭，她的台风从来没有大红大绿花里胡哨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素雅最清冷的色调，甚至常常带着一种黑白灰的极简感。这种极简，这种安静，在风水里叫什么？这就叫留白，这叫聚气。易经里讲阴阳，动为阳，静为阴。当全世界都在疯狂地动，疯狂地吵闹的时候，他选择了极度的安静，极度的清冷，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但阴阳是相互吸引的，当他把静做到了极致，它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黑洞，外面所有浮躁的能量，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它吸过去。这就是老祖宗说的以静制动。我跟大家讲，人生就像是阴阳消长，你要明白，命运就像是一条河流，你天天在水里下扑腾，只会把自己累死，顺流逆流你都掌控不了。真正聪明的人怎么做？人家不动，人家找准一个高高的礁石站上去，他这种不爱搭理人的姿态，恰恰保全了他自己最纯粹的能量场。
你看他翻唱那首老歌，连编曲都不改一个字，原汁原味的唱。很多人说这太冒险了，搞砸了全得自己背锅。但你们看懂了吗？他这叫纯粹，他不给自己找退路。当一个人极度纯粹，不掺杂任何杂念和讨好的时候，他的气场就是无敌的。现代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为什么总觉得运气不好，走不出困境？因为你们太想证明自己了。在公司里想证明自己比同事强，在家里想证明自己对得起所有人，在朋友圈想证明自己过得比别人好。诸位记住了啊，你越想证明什么，你就在失去什么。你每一次急吼吼的证明，都是在消耗你自身的福报和能量。你看这位天后，她证明自己了吗？她从来没有大声疾呼，大家看我还没老，我唱功还天下第一。人家就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唱一首安静的歌。她这种状态翻译成老祖宗的话，就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在极其嘈杂的现代社会，最好的风水不是你在家里摆个金蝉，放个貔貅，而是你能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养出自己那份不被打扰的清冷与安静，不迎合大众的审美，不被外界的评价牵着鼻子走，你就能像他一样牢牢锁住自己的底气。这就是最顶级的改命风水。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站上了神坛，拥有了这么强大的聚气风水，是不是就永远一帆风顺了呢？老天爷会允许一个人永远高高在上，没有任何瑕疵吗？诸位，这就引出了咱们下一个非常扎心的命理真相了。当你被无数人捧上天，被贴上天籁神明的标签时，易经里讲的物极必反就开始发挥作用。连呼吸都不能有瑕疵的神坛，其实是一个极其凶险的杀局。这位天后靠着极度的安静和清冷，布下了一个吸纳万物能量的风水大局。但是天地间的规律那是铁打的。易经里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还有4个字，大家一定要刻在骨子里，叫做物极必反。咱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一个人被捧上神坛之后，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人生中最凶险的暗劫。咱们把时间倒回10几年，那一年，这位天后在这个举国瞩目的最高舞台上，唱了一首极其空灵的歌。咱们圈里人都知道是哪首传奇之作。那一次的表现真的是封神，那种悠远清透的嗓音，让全国观众瞬间沸腾，大家一下子全给他贴上了标签。说什么呢？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说他的声音是完美无瑕的天籁。诸位啊，如果在生活中有人这么夸你，你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哎呀我真厉害？但我跟大家讲，在命理学和风水里，这不叫福气，这叫极其可怕的捧杀大劫。为什么？老天爷造万物讲究个平衡。你看太极图，一半黑一半白，没有纯白的地方，也没有纯黑的地方。这人啊，只要还是个肉体凡胎，就不可能完美。你一旦接受了神明无瑕这种极致完美的设定，你在风水磁场上就等于把自己逼到了悬崖的最边上。这在易经乾卦里就叫做亢龙有悔。什么意思？这条龙飞得太高了，高到脱离了云层，脱离了地气，高到了极致，接下来只能往下掉，只能生出懊悔和灾殃。果不其然，反是来得比谁都快。没过2年，他再次登上这个顶级舞台，和当时某位极具实力的港圈男星合唱，大家都满怀期待，等着听神仙下凡。结果呢，现场直播啊，一开口大家全听出来了，
他的声音发紧，气息颤抖的极其明显，甚至有传闻说，旁边那位男星在台上都差点没憋住笑。晚会一结束，当时圈里的一位某知名大导就公开调侃，说他这是从天籁变回了人声。当时的舆论风向啊，那叫一个现实，全网铺天盖地的质疑，他是不是退化了，天后也不行了啊。更糟的是，那段时期他确实进入了一个低谷运势，好几场大型演唱会接连失误，抢拍忘词，甚至在某些地方台的跨年晚会上，声音颤抖到音准全跑了。这些片段被无数网民截取放大，放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反复播放。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跌落神坛了。诸位看到这里，你们作何感想？是觉得这位天后不行了吗？不是她不行了，是天道规律在起作用了。你们要明白，一个人一旦被封神，大众就会默认你永远不能犯错，最好你连呼吸的瑕疵都不要有。你只要有一点点凡人的失误，他们就会把你撕碎。这就是物极必反的残酷。你占有了极致的名气，就必定要承受极致的挑剔与诋毁。咱们古人早就把这个道理看透了，所以古人讲究藏风，讲究和光同尘，就是告诉你，当你身处高位，当周围全是鲜花掌声的时候，你的主动给自己找点晦气，找点不完美，这叫卸煞。你看咱们平头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也处处充满这种暗结？比如在公司里，老板天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猛夸你，哎呀，小王啊，全公司就你能力最强，谁也比不上你。诸位记住了啊，听到这话，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就是你的结束要来了。你被捧得太高，同事的嫉妒心全聚集到你身上了。这时候你要是不懂低调，不懂分功劳，下一次稍微出点错，全公司的人都会踩死你。这跟天后在台上破音被群嘲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再比如逢年过节亲戚聚会，你别老显摆自己多有钱，孩子多有出息，太花哨太招摇，只会招人恨。生活啊，就得像一幅水墨画，少一点复杂的装饰，多留一点空白，少一点炫耀，多一点素雅的平常心。简单低调才是最长久的护身符。但是啊，这位天后最牛的地方，不在于她没有跌落神坛，而在于她面对这种暗结时的处理方式。面对铺天盖地的嘲笑和黑料，普通人早就崩溃了，或者赶紧写个万字长文去辩解。但他呢，他发了一条极为简短的状态，直接承认，对，我就是搞砸了。他不硬拗，不争辩，不去维持那个完美的神像。这个看似佛系的举动，其实暗合了极深的化解之法。他是怎么用这一招把逢凶变成化吉的？为什么说他身边那些批评他的声音反而是帮了他的大忙？这背后可是藏着非常高深的阴阳消长的大智慧。前面咱们讲了他怎么用极简和安静聚气，又讲了捧杀的暗结。我经常听身边的年轻朋友抱怨，哎呀，我天天加班拼死拼活，怎么老板还是不重视我？怎么那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同事，一到关键时刻总能露脸？诸位啊，遇到这种困惑，你们就该好好看看这位天后的神隐之道了。这背后藏着易经里极其高深的阴阳消长的天机。咱们拿圈里的另一位天后级人物来做个对比。大家应该都知道，圈里有位常驻舞台的大姐大，也就是当年跟他合唱《岁月》的那位。这位大姐大走的是什么路线？是传统意义上的纯阳路线。她常年活跃在各大音乐综艺、真人秀里，面对各种直播、线下音乐节，她都能稳定发挥。
为什么它能这么稳？因为它的状态是通过持续不断的高强度训练和极高的舞台密度硬生生打磨出来的。这就好比一把刀，天天拿出来在磨刀石上蹭，磨得锃光瓦亮，削铁如泥。这种动，这种刚，这种拼命的向外输出，在易经里就是极其纯粹的阳。但咱们这位空灵天后呢，她走的是彻彻底底的阴路子。这几年你能在各种综艺上看到她吗？你能看到她天天开直播吗？根本看不到。她露面唱歌的机会屈指可数，她把自己完全藏了起来，把那种不可预测、深不可测的神秘感当成了自己最核心的武器。诸位啊，这就是阴阳的区别。我跟大家讲，世界上最高级的智慧，不是你懂多少专业术语，而是你能不能看懂大自然的规律。咱们中国古人最讲究的审美和风水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看那些真正传世的水墨画，或者咱们现在看那些最高级的空间设计，绝对不是大红大绿、花里胡哨，把画面塞得密不透风。真正有力量的布局，往往是素雅清冷的，只有纯粹的黑白灰。它摒弃了所有多余的杂色和科技感，干干净净留出大片的空白。在画画里，这叫留白；在易经风水里，这就叫退藏于密，叫做养气。现在的人啊，都不懂这个道理，不管是打工的还是当老板的，整天活在一个满字里，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朋友圈发得满满当当，说出的话也是满满当当，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多努力。这种状态就是没有一点黑白灰的亲人，全都是焦躁的火气。你把自己的能量场塞得太满了，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好运气怎么可能进得来，对不对？你再看看这位天后，她几年不出来营业，这就是在做生命里的留白。当大众的视野里没有她的时候，大家会在心里想象她，这就叫虚实生白。她不发声，反而让大众的期待值，也就是外界汇聚给她的能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等到那个临界点一到，她哪怕只是空降一个小晚会，连宣传都不用做，这股积攒了多年的庞大能量就会瞬间爆发。这就叫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你看似他什么都没干，其实他是在顺应阴阳消长的规律。当别人都在疯狂做加法的时候，他果断地做减法。那咱们普通人怎么把这套阴阳消长的天机用到自己身上呢？我教大家几招。第一，学会神隐。在职场上，不要做一个24小时随时待命、有求必应的老好人。你天天围着别人转，你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你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消失，保持一点神秘感，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知道你不是可以随意消耗的资源。你的时间越宝贵，别人才会越重视你的产出。第二，给生活留白，别把家里的风水搞得太花哨、太复杂，去掉那些乱七八糟的装饰，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素雅。你要明白，少一点科技感，少一点杂物，你的心才能静下来。心静的磁场就稳了，磁场稳了，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你都能一眼看透本质，逢凶化吉。第三，别怕被遗忘。很多人不敢停下来，就是怕被社会淘汰，怕被朋友遗忘。诸位啊，命运就像拉弓射箭，你一直把弓弦绷得死死的，总有一天这根弦会断掉。你只有松开手，让弦放松，下一次才能射得更远。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反驳了，你说他神隐巨气，那为什么他后来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还被业界大咖骂得狗血淋头呢？这风水是不是破了？诸位，
你们恰恰看反了。当时那位殿堂级的艺术家公开痛批他退步，所以看似是打脸，实则是帮他卸下了一个要命的大包袱。这背后藏着八卦里什么样的逢凶化吉之道？咱们把时间线拉回到几年前，那一年他搞了一场极其轰动的个人演唱会，整整2个小时连唱，中场几乎不休息，没有请任何助阵嘉宾，也不跟台下讲半句废话。歌迷们在台下听的那是如痴如醉，觉得天后就是天后，够直爽，够个性。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演唱会刚结束，圈里有一位以专业技术和唱功著称的某殿堂级唱将，直接在某社交平台上开麦了。这位大咖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他音色丢了，气息没了，音准也走了。这还不算完，这位大咖最后还补了一句极其扎心极重的话，说他退步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跟他说真话。诸位啊，这话一出，当时全网都炸锅了，粉丝们急得跳脚，觉得这是在侮辱他们的信仰。路人们也跟着起哄，觉得天后这回可是栽了大跟头。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在生活中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祖师爷级别的地位了，突然有个人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指着你的鼻子说你业务能力不行了，身边全是一群马屁精，你是不是得气得原地爆炸？你是不是恨不得立马找人公关，或者亲自写个万字长文怼回去？但是我跟大家讲，从咱们易经和命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位专业大咖的这几句痛骂，不仅不是在害他，反而是在天道磁场上结结实实的救了他一命。这句叫破相挡灾。为什么这么说？诸位记住了啊，这世间万物全在一个度字上。当一个人被无数人疯狂追捧，所有人都对你歌功颂德，把你捧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梨树神像时，你的磁场里就聚满了极度的阳火。在命理上，别人对你的盲目崇拜和夸赞，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消耗能量。你受了别人的赞誉，你就要背负别人的期待，全天下人的期待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这就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因为你是个人，你不是真的神仙啊。这时候的他就像一个吹到了极限的气球，非常危险。只要有一根小小的针扎一下，砰，整个人生就可能彻底爆掉，万劫不复。咱们这些年看过多少平时看似完美无瑕的某顶流、某巨星，因为一点点小事瞬间塌房，从此查无此人。这就是被捧杀到了极致的反噬。就在这个最危险的临界点，那位专业大咖的一瓢冷水哗啦一下泼了下来。这瓢冷水在五行里就是水克火，他看似让天后丢了面子，惹来了群嘲，但实际上他把天后身上那股被狂热粉丝烧起来的邪火给降温了。他把他从虚幻的高空一把拉回了坚实的地面。大家突然意识到，哦，原来他也会老，他气息也会不稳，他也是个凡人。诸位，这就叫毁民免灾，用民生上的小受损挡住了人生磁场里可能出现的大灾难。这几句真话硬生生的把他身上那个沉重无比的神像包袱给砸碎了。讲到这儿，我想起平时看人家搞设计做风水布局，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理念，最高级的东西永远是素雅清冷的，永远是简单的黑白灰，千万不能太花哨。人生的命局也是一样，如果你的生活里全都是别人的赞美，全都是各种名利的光环，这就太花哨，太复杂了。就像一张海报，上面密密麻麻全塞满了各种人物、各种刺眼的文字和科技感特效，看着就让人心烦意乱，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
你必须得把这些多余的人物、多余的文字全去掉，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装饰。这位大咖的骂声，就等于是一把大扫帚，把天后身上那些别人强加给他的花里胡哨的人设和标签，通通给扫干净，让他重新回归到了一个干干净净、素雅清冷的背景板状态，没有了那些虚假的包袱，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剧本，这个干净的底色都能完美适配，对不对？这就是古人的大智慧。老子《道德经》你讲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你能承受多大的诋毁，你就能承载多大的福报。所以诸位啊，咱们今天学到了这一招，以后如果在公司里被领导当众批评了，在家里被长辈数落了，或者在外面被朋友误解了，千万别急着发火，别急着去争辩。你换个角度想想，这是老天爷在借别人的嘴给你降火呢，这是在帮你卸掉身上的煞气，帮你挡掉未来更大的灾祸。你只要能心平气和地受下这份委屈，你自身的能量场瞬间就升维了。这就是在帮你积阴德攒福报啊。那么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批评和争议，咱们这位天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去跟那位大咖吵架了吗？他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没唱好吗？全都没有。他接下来的反应才是真正把易经里道法自然的精髓玩到了极致，真正达到了神级气场的境界。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太憋屈了，但我跟大家讲，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这才是真正把老祖宗易经和道家思想里的道法自然玩到了极致。今天我就给大家拆解一下，为什么不解释反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御武器。你看啊，现在的人活得太累了，别人稍微误解你一句，你恨不得写个3000字的长文去解释，领导挑你个毛病，你赶紧找800个理由证明不是自己的错。诸位记住了啊，你只要开始解释，你就已经输了。为什么？因为解释这个动作在气场上是一种向外祈求的姿态，你是在祈求别人理解你，祈求别人认同你，你把自己的能量场完全交到了别人的手里，别人只要不信你的解释，就能轻易的拿捏你，消耗你。咱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后在今年这场某全民晚会上的表现。她这次突袭式登台，唱了一首极其安静的翻唱歌。不出所料，一唱完，网上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一批人拿着放大镜在那逐字检验她的气口、音色，想抓她退化的证据，说她气息不如以前了，声音老了。如果换成别的歌手，可能早就受不了了。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找最好的修音团队，或者重新编曲，把调子改低，或者拼命飙一个高音，向全天下证明，你看我还没老，我机能还很牛。但是这位天后呢，她连原曲的一个字都不改，更没有重新编曲给自己找退路，她就用她现在这个略带沧桑、有了岁月痕迹的嗓子，安安静静的唱。结果奇迹发生了。诸位，那些原本想看笑话的人，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有点东西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他虽然有了老态，但他那声音里居然还保留着一种极度天真、毫不世故的纯粹底色。当他唱到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在经历的一刻这种歌词时，那种外在的沧桑和内在的纯粹交织在一起，这首歌瞬间就有了灵魂。大家不仅不再挑剔它的瑕疵，反而被深深打动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顺势而为，道法自然。老天爷的规律是什么？是生老病死，是春夏秋冬。一个人到了50多岁，声音有了岁月的痕迹，
气息不如20岁，这才是天道。如果你非要逆天而行，搞一堆医美，拼命去掩饰自己的衰老，这就太做作了，太累了。在命理上，任何逆天而行的举动都会耗费你巨大的福报，最后一定会遭到反噬。他最牛的地方就在于他全盘接纳了自己的老，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他不把自己放进我要证明我还行的叙事里。老了就是老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我坦坦荡荡地展示给你看，当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伤疤和瑕疵大大方方亮出来的时候，全天下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用这些东西来攻击他，这就叫无懈可击。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做人做事就像我最推崇的那种设计美学一样，最顶级的风水和格局就是那种素雅清冷的黑白灰，绝对不要弄得太复杂。人生也是一样啊，诸位，你的人设里不要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文字去解释自己，就像头像不能有文字一样，也不要堆砌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去证明自己。你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签来粉饰，你不解释不讨好，干干净净，留下一大片清冷的留白，这就足够了。懂你的人自然能看懂这幅极简化里的意境，不懂你的人，你写1万字去解释，他们也只会觉得画面太脏太花哨。他唱完就走，溜得比谁都快，就像是真的赶着回家过年一样。这种姿态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我来唱一首歌，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评价随便你们。诸位，这是一种何等强大的内核啊！这就是古人说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你骂我，我不争；你夸我，我不喜。我就是我，顺应天道，自然流淌。这种不迎合的态度，恰恰保住了他身上那种极其稀缺的，如同时代记忆一般的神级气场。所以，别再天天为别人的看法内耗了，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学会不解释，你就能把流失的能量收回来，变成自己强大的护体罡气。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呀，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没有天后那种底气和身价，我遇到烂人烂事就是忍不住想解释，想发火，我该怎么去修炼这种气场，怎么去改变我现在的倒霉运势呢？大家别急，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绝对不只是虚无缥缈的理论，它是有实操方法的。诸位朋友，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心里在嘀咕了，哎呀，你讲的头头是道，可那是人家身价过亿的天后啊，人家有资本不搭理人，咱们可是普通老百姓，明天还得去公司打卡，还得面对那个刁钻的老板，还得处理家里那一地鸡毛，我怎么可能像他那样洒脱？我这烂牌到底该怎么打？诸位啊，你这就外行了，不是？易经里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爷的规律对天后和对咱们普通人，那是绝对公平，一视同仁的。磁场这个东西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懂得了调频的原理，普通人照样能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给自己布下一个无懈可击的风水局。今天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我直接给大家上实操干货，这3招极其具体的调频秘诀，诸位一定要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只要你从今天开始照着做，不出3个月，你家里的风水，你个人的运气，绝对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大翻身。第1招，斩断杂乱，给生活打造一个万能底色的风水局。我平时给大家看风水、看命理，去过很多人的家里和办公室。我跟大家讲，现在90%的人运势之所以起不来，就是因为身边的环境太花哨了，
很多人一有了钱，或者一想提升运势，就喜欢在家里摆满各种吉祥物，墙上挂满了颜色鲜艳的画，甚至装修得像个赛博朋克一样，到处是闪烁的氛围灯。诸位啊，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少一点科技感，多一点自然之气，这才是正道。你搞得太复杂太耀眼，那叫火气太旺。人在这种环境里，心是浮躁的，根本静不下来。心不静，你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决断？你想要拥有像那位天后一样的高级气场，第一步就是给你的环境做减法。你的家里，你的办公桌必须遵循素雅清冷的黑白灰这种极简的色调，千万别弄得五颜六色。更关键的是什么？诸位记住了啊，你家里的挂画，你手机和社交软件的背景图，你的头像千万不能有太具体的人物，太复杂了。也尽量不要带有乱七八糟的文字。为什么？因为在玄学里，人物和文字是带有极强指向性和执念能量的。你天天看着墙上某个人物盯着你，或者看着一段励志的文字逼着你，你的潜意识就会被它框死。咱们要给自己打造的是一个不管你的人生拿到什么文案，都可以完美适配的万能背景图。你把那些繁杂的装饰全扔掉，墙面留白，桌面清空，只保留最基础最干净的摆设，不需要人物，也不需要文字，就留下一个干净素雅的空间。这就叫虚实生白，吉祥之至。当你的环境变成了一个包容万物的万能底色时，不管你接下来遇到的是顺境还是逆境，是升职加薪还是暂时蛰伏，这个干净的磁场都能接得住你，护得住你。这就叫以不变应万变。第二招，修炼闭口禅，戒掉可怕的自证陷阱。讲完了外在的风水，咱们来讲讲内在的修为。我问诸位一个问题，你在某聊天软件里，如果有人在群里阴阳怪气地讽刺你，你是不是瞬间血压飙升，恨不得立刻打几百个字怼回去，向所有人证明你不是他说的那样？如果在公司里，同事把黑锅甩给你，你是不是急得挨个向领导解释？诸位啊，如果你有这种习惯，你这就是在把自己的福报往外倒啊，这就叫陷入了自证陷阱。咱们前面讲了那位天后，人家为什么能封神？因为人家不解释。在易经里，说话、解释、辩论，这都是向外放气的动作。你每多解释一句，你的能量就弱了一分。你越是拼命证明自己，别人就越觉得你心虚，越觉得你好欺负。从今天开始，诸位，咱们要修炼闭口禅。遇到烂人烂事，遇到别人的误解和挑衅，只要不涉及底线利益，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闭嘴微笑，然后走开。不要在某社交平台上发长篇大论去诉苦，不要在朋友圈里发那种懂我的人自然懂的双话，这就是文字带来的杂念。你什么都不要说，你的沉默在对方眼里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黑洞。当你不去接对方抛过来的情绪垃圾时，这股煞气就会原路返回，反噬到对方自己身上。你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守住了自己的气，你就赢了。记住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顶级的蔑视不是破口大骂，而是我根本懒得向你证明什么。你把这份向外讨好的力气省下来，去深耕自己的业务，去赚自己的钱，你的气场自然就无敌了。第三招，顺应阴阳，学会借势趴下，绝不逆天时刻。现在社会上充斥着一种毒鸡汤，天天喊着人定胜天，只要拼死拼活就一定能成功。
我跟大家讲，这在命理学上纯粹是扯淡。命运就像是长江黄河，它有它的流向和潮汐。易经的核心就2个字：顺应。很多人为什么倾家荡产，为什么身体垮掉，就是因为在他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不认命，非要去借钱创业，非要去跟老天爷死磕，想证明自己能翻盘。结果呢，越挣扎沉得越快，最后连本带利全搭进去。咱们看那位天后状态不好的时候，被骂的时候，人家就果断选择隐退。这就是在运势低迷时选择了顺应。诸位，咱们普通人怎么用这招？如果你现在感觉诸事不顺，投资亏钱，工作被裁，家里人还天天吵架，你记住，这说明你现在的个人磁场处在严冬。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乱动，不要去投资新项目，不要去辞职换行，更不要去跟人起冲突。这时候你该干嘛？2个字：趴下，老老实实地待在现有的位置上，把消耗降到最低。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多看书，多打扫卫生，清理家里的杂物，不抱怨，不折腾，把自己的气息降到最平稳的状态。这在易经里叫潜龙勿用。你只要能熬过这段极阴的时期，不乱造业障，等到阴极生阳，属于你的春天到来时，你之前积攒的能量就会瞬间爆发。借着天地的运势，你稍微一发力，就能事半功倍。顺风顺水顺财神，靠的绝对不是你头破血流的时刻，而是你对天机时辰的精准把握，对不对？诸位啊，这3招实操秘诀：清理环境，化繁为简，戒掉自正，守住元气，顺应时局，潜龙勿用。你只要能悟透其中一招，并真刀真枪的用在生活里，你的人生就绝对不会差。好了，这篇超长干货讲到现在，咱们马上就要进入最重要的结尾部分了。这也是全篇最核心、最能帮你积攒福报的天机。我会在最后一部分用最精炼的大白话，帮大家梳理一遍今天的所有重点，并且告诉你为什么你把这个智慧传播出去，能直接改变你一家3代人的命数。好了，诸位朋友，今天咱们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记性也不太好，听完可能转头睡一觉就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这人心操得重啊，我太知道现代人活得有多不容易了。就像个老父亲、老长辈怕自家孩子在外面吃亏一样，我不管你嫌不嫌烦，我在最后啰嗦一遍，今天咱们讲的这几个命理真相和改命秘诀，那可都是古人几千年世世代代总结出来的易经智慧啊，绝对不是瞎说，全是用无数人的血泪验证过的。你打死都要给我记住：第一，千万别再去凑热闹瞎显摆了，学人家天后的那个极简风水，少去刷存在感，赶紧把你身边的环境，你手机里的社交账号，你的办公桌全都给我收拾干净，别搞得花里胡哨五颜六色的，咱们就要那种素雅清冷的黑白灰，干干净净的。最重要的是，你的背景图，你的头像，千万别放什么复杂的人物，也别堆砌什么乱七八糟的文字，你弄得越复杂，磁场就越乱。你要给自己留白，打造一个万能的底色，不管以后拿到什么样的人生剧本，你都能接得住。这就是在给自己疯狂聚气。第二，别人夸你，你要警惕；别人骂你，你要感恩。牢记物极必反，捧杀大捷的道理。当周围人都在无脑夸你的时候，你的灾祸就不远了。相反，当有专业的人，甚至是不怀好意的人批评你、打压你的时候，
诸位，你在心里要默默笑出声来，因为那是老天爷在借他们的嘴，帮你卸煞挡灾，帮你把身上那股危险的邪火给降下来。你受下这份委屈，你就是在积攒极大的福报。第三，彻底戒掉可怕的自证现金，打死别去跟任何人解释。遇到烂人烂事，遇到别人误解你，直接闭上嘴，微笑走开。你越是不解释，你的气场就越深不可测，这就叫大道至简。遇到运势低谷，感觉连喝水都塞牙缝的时候，千万别去折腾去投资，老老实实给我趴下，潜龙勿用。等时机到了，自然能借势起飞。这3点，诸位听明白了没有？全都给我深深地刻在骨子里。但是，诸位啊，我今天苦口婆心地跟大家讲了这么一大顿，难道只是为了教你们怎么摆放家具，怎么换个头像，怎么闭嘴不说话吗？当然不是，这仅仅是表面的术。我今天真正想点醒你们的，是那个最核心的道。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宇宙级的终极真相：最好的风水其实是咱们的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是咱们的修为。哪怕你今天家里布置的再好，就算放满了金蝉貔貅，如果你这颗心里充满了嫉妒、抱怨、急躁，天天想着算计别人，见不得别人好，那你这辈子照样是个苦命人，谁也救不了你。相反，只要你把这颗心修好了，把自己的品德和心性养足了，哪怕你现在身无分文，哪怕你正遭遇天大的挫折，你的身上也会散发着那种让人敬畏的神机的光芒，好运自然会排着队来敲你的门。今天咱们能隔着屏幕相聚在这里，听我用大白话讲这些古人的智慧，这就是天大的缘分。既然咱们结了这个善缘，我就要向大家画一个圆。我不是管你要钱，我是要你把这份善传递出去。诸位千万不要小看分享这个动作。你们把今天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那个正在人生低谷里苦苦挣扎快要撑不下去的人。你以为你只是顺手转了一个视频吗？错，你这是在布施古人的智慧，你这是在点亮别人的人生。你想想，如果你的朋友正因为被领导误解而痛不欲生，或者正准备倾家荡产去立誓死磕，他恰好看到了咱们今天讲的不解释其实是挡灾和顺应天道，潜龙勿用，他突然顿悟了，心态平了，停手了，你的转发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积累的无量功德。一个人觉醒了，改变了，他就能影响他的孩子，他的伴侣，这就能改变一个家族3代人的命数。这种利他的行为才是全天下最顶级的改命大法。所以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讲的这些易经道理，这些大白话对你有帮助，觉得解开了你心里的疙瘩，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咱们星途天机点个赞，关注我。咱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咱们就踏踏实实学智慧。你的每一个转发，每一次点赞，每一条留言，都不是简单的数据，而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福。大家现在就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下你自己的感悟，或者直接打上顺应天道，为家人祈福这几个字。当你敲下这些字的时候，大家的正念就汇聚在一起了，互动越多，大家的共同能量就越强，形成的护体磁场就越大。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你在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场域里待久了，你的生活，你的心境会不会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还是那句老话，命由天定，
运有己造，把心修好，万事不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